我们俩老家都是农村的，自从来到唐山以后啊，矛盾越来越多，动不动就吵架，感觉日子过得很不是滋味。他总觉得我不理解他，可是我每天又得在外面挣钱，回到家又得操持家务，他根本看不到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现在我感觉压力很大，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挣钱，家里人还总说我，现在生活真是看不到头。我们每天除了吵架还是吵架，互相都不理解，他跟我父母关系也不好，把我夹在中间为难。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36岁，来自河北空调安装工；魏女士33岁，来自河北饭店小时工。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孩子多大呀？大的12，小的6岁。咦，挺幸福啊！老大是？老大是女儿，2个都是女儿。哦，2000斤，挺好啊。以前搁老家的时候啊，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他看人家在城里挣钱挺容易，他也想上外头闯闯。哦，什么时候夫妻俩开始到外头闯的呀？这今年是3年了。哦，第3年了。啊。一开始啊，借了点钱，在外头开了个小饭店啊，结果呢也不懂经营，地方也没选好，结果那个不景气，就我俩一商量，那啥嘛，关了吧。开店赔钱了吗？赔了。我说咱们还是回去吧。啊，回去咱们那个安安稳稳再接着过日子去吧。他咋也不愿意啊，没办法了，那个还是在这儿找的工作。为啥不想回去啊？还是在外边机会比较多一点。哦，孩子呢？跟你们在身边吗？孩子现在接过来了。哦，俩孩子都接过来了。对。一开始接孩子的时候啊，我不愿意啊，因为啥？我们2个就是本来就没那么多时间照顾孩子，你把孩子接过来，你一是没那精力，二是没那时间啊。到时候你接过来以后，孩子也没照顾好，工作还没干好。哦，我推这个，当时我是本来是不愿意让他接过来的啊，结果磨不过他吗？哦，所以你们家你说了算哈。你看，你说去开饭店就开饭店，你说接孩子，孩子也接来了，是吧？对。啊，孩子接来之后怎么样？孩子接过来以后，生活工作这一团糟吗？哦。我看他对那个孩子那个态度也不太好，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还打孩子一样啊。还打呢？我那不是故意的，就是那天吧，我下班也是比较晚的，然后我也比较累，然后回家我就教他那道题，怎么教他也不会，我也就是有点压力挺大的吧，然后我就顺手就打了他，正好让他看到了。以我的想法还是把孩子送回去啊，他不愿意。我也挺想孩子的，因为从小就在我身边长大嘛。啊，所以对你来说，孩子接到身边既解决了相思之苦，是吧？同时，我觉得跟父母在一起长大，孩子应该很快乐，对吧？对对，这很重要。现在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他提议给他父母接过来。哦。当时我又不同意。对。接过来没接过来？接是接过来了。你以后就投降吧，看你老婆说。因为什么呢？我们那个租的房子啊比较小，再加上我们挣的工资本来都不多。现在他为了照顾孩子以后啊，改成兼职了。你说这2个孩子的学费啊，再加上给他父母再接过来，这不是就多几个人那个生活费吗？你压力大了。对，再加上我是家里独生子啊，我母亲身体不好，总得吃药。我每个月不管挣多挣少，总得往家里打点钱啊。这个压力变大了，总生气，总拌嘴。这丈母娘来了之后好点没有啊？没有，不同意丈母娘来，也是嫌她唠叨，特别能叨叨，一般人受不了。哦，就像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收公账的时候，在家躺几天，他妈都嫌我那啥，不出去干活去。哦，不理解是吧？对。那个是没跟我母亲解释清楚，他那个受伤以后吧，我们就不想告诉他，怕他担心嘛。然后就说工地没有活了，让他在家待几天。然后我母亲就以为他那个没什么事就不上班去了，在家待着不上进啊什么的。误会了啊，误会了。哦，他妈吧，除了那个能叨叨以外，还特别能念孩子。有一天晚上都9点半了，孩子看电视，看里头有樱桃，他想吃了。这个点儿人都关门，你上哪儿买去？我说等明天再给你买吧。我那个孩子老哭老闹，我都没管他，要孩子哭闹，你这让他闹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好了，你没人管他自个儿好了。完了，孩子他姥姥就自个儿出去给他买去了，走挺远。买回来我一看我就生气了，
你这么溺孩子，长大以后我怎么管呢？有点看不下去对，孩子要啥给买啥啊。孩子从小养成这毛病，你长大以后也大手大脚的，怎么弄啊？我这是跟老的说吧，说过几遍吧，他也不听。你说他父母不像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那话，我可以跟他耍点小脾气，是吧？那你就说两句呗。你说没说？说过他，但是老人怎么说呀？他看到孩子哭闹，他心里边就受不了了。是，隔辈亲嘛。完了吃饭的时候吧，以前那个孩子3、4岁的时候，他自己就能吃满桌满地都是，也是自己吃。这回那个接了以后吧，他姥姥总喂他，这事我特别看不惯啊。你总喂他，完了你说从小喂大了，将来自己动手能力一点没有，这怎么管呢？我从那时候老生气，老生闷气啊。后来我都不跟他们在一桌吃饭啊。他也不搭理我妈，我妈就是把饭做好了以后叫他说吃饭了，过来吃饭吧。那您在中间挺难受吧？难受，因为他们俩说谁吧谁都不服，然后我向着谁也不行，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我妈。我现在就是想啥呀？就是想回去，因为这些矛盾、这些问题都是出来以后出现的我今天回去以后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你想回家了，对，是吧？您呢？我不想回去。因为原来的时候我就是全职在家里边带孩子，但是10多年了吧，也没出来工作，感觉跟社会已经脱轨了。就是我连坐公交都不会坐，我不知道应该坐过去的话，搁马路对面再坐回来，然后我就一直在对面等，就感觉自己好像脱离这个社会了，哪儿都接不上轨了，特别傻的呀。现在呢？现在好了。好了，都明白过来了。是说妈妈一回去之后，这娃就没人带了，是吧？对，现在这个矛盾是，他妈回去以后，这孩子没人带，就是把孩子放回去，他还不同意。那作为家里的男人，你怎么想这问题呢？我寻思让他们回去，我自己在外边挣钱，这是挣钱养家是男人责任。就是所有人都回去。对，挣着钱了，把他们接来。他们在你身边不影响你挣钱呀。现在他们把我绊住了，你离孩子远也不行啊。你就打比方说孩子上学的时候有火吐了，老师打电话那我从工地上立马得赶回去。那妈妈在干嘛呢？我们干小时工吧，手机都是长期要静音的，即使是老师打来电话了也接不到的，不知道。然后干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他就赶回去了。您是觉得说，你看你们现在弄的，我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再加上你妈又来了，咱们之间有矛盾又磨合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对，可是把妈放回去呢，又一个人不能工作，本来经济呢就显得紧了点儿，现在就更紧巴了，对吧？对，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对不对？所以今天还真是一个大难题呢，怎么解决生活的难题？听听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是这样，你们2个人现在可能都忙于低头感悟，没有抬起头来看看现在自己真正身处的环境。先来说王先生，我觉得您心里一直有2个结儿，这2个结儿是什么？第一个，这个最大的根儿在于您压根儿不同意妻子当时做的决定，就是离开当时生活的环境去工作。对，这我压根儿。这就是你心里的第一个结儿。有了这个结儿之后呢，你来到这儿工作就怎么都觉得别扭，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怎么都觉得压力大。对。第2个结是，其实你心里面是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的，对，但是不敢说。您觉得你把家和孩子安顿好，我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去挣钱，这样的话我的压力也会小一点，对不对？对。所以这是您心里的这2个结儿。对。您的这样子想法没有错，可是妻子的想法也没有错。你们现在都是只看到了自己的委屈和自己的在生活当中的那种的困惑，没有看到对方的。你们永远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一种爱叫做看见对方的好，而你们现在看到的全是对方的不好和自己的付出。同样对妻子来说，您心里也有结儿，您觉得我做的这2个决定，我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小家更好，为你分担和减轻一部分压力。但是您没有理解先生的苦心，而且其实你没有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他的心。如果你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他的压力的话，我相信您的母亲不会用一种
高姿态的这种的感觉去看他，你一定会在母亲面前有一些抱怨，有一些对丈夫的这种能力不足的抱怨，一定有，所以才会影响到你的母亲对他觉得他好像躺在家里面不干活啊，自己的女儿出去干小时工，然后他却在家躺着睡大觉。但我觉得有一点女士做的非常对，就是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日子就会越过越好。但前提是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知足，放下各自心中的抱怨，多去看到对方的好，好吗？好的。好，谢谢。现在男士觉得回老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对吧？对。其实不然。我相信打工你面临的压力很大，同样的压力也是摆在了你的老婆面前，对不对？她没有退缩，就像上战场的战士，你们两个应该都是面向同一个方向去战斗的。此时却有一个自己的同伴，最紧密的同伴说我们要先撤，或者说你们撤，我一个人在这儿，这心和目标就不一样了。你采取的方式并不是说解决问题，而是逃避问题。你当务之急解决问题是说，第一，你怎么去解决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第二，如何在这个状况下你要去解决孩子教育的问题，这是你应该去解决的问题，而你选择方式完全是逃避，这是不对的。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里有一句话特别对，我说给你听。他那诗的名字叫《有一个孩子在向前走》，有一个孩子每天都向前走，他所看到的最初的东西，他就会变成那个东西，而那东西就会变成他的一部分。请问，现在你们家的两个孩子看到的是什么？争吵，父母之间的争吵，父亲和姥姥之间的争吵。本来就不大的那个小家里头，几个人还不说话，还冷战，孩子看到了什么？他感受到了什么？他不会有快乐的。而你当下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快乐起来。你要做出牺牲，你要做出更强的努力，你要站在和你老婆站在同一个方向，肩并肩的去面对那些问题，而不是说当逃兵，明白吗？明白。如果你自认为说我是我们家庭的支柱，你曾经说过呀，你们都回老家，你们都在家里，我来挣钱。可是当下有人陪你一起挣钱，你却看不到啊，你也没有做到一个一家之柱的这样的责任啊，对不对？让你们的孩子快乐起来，第一，一定要是跟父母在一起，一定是这样。第二，让他感受到良好的氛围，而最先改变的，最应该马上改变的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支持你老婆的。她的确是有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她选择是没有问题，而她缺少最需要的一个跟她并肩战斗的战友，那个人一定是你，就这样。我们总说生活是一团麻，其实真的家家都有这样一团麻。在你们家的麻就一定比别人家的乱吗？我觉得未见得。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家庭，为了让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团聚，真是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一家人守在一起。但是前提是我们家庭的天平要在家里摆平。其实这个天平的两端特别简单，一边就是现实的生活，一边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快乐。如果说我们的现实条件摆在那儿，似乎是看起来越来越满足了，而我们的快乐却一点点少了，这个天平就打破了。所以先生刚才说了一点，说让老婆孩子都回家，这个姥姥也跟着回去，我一个人赚钱。看似你这边的现实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一个人努力挣钱，我少了很多处理家庭矛盾的麻烦。你的天平这边是多起来，但是对于你们整个家庭来说，你爱人的快乐少了，老公也不在身边，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孩子也远离父亲，整个家庭如果你整体来算的话，快乐就是少。
所以我们走入家庭，成为丈夫，成为父亲，成为母亲，衡量的一定不是个人的快乐和个人的现实条件，而是整个家庭的总量。其实你们静下来想想，其实现在的状态是更容易让你们能够快乐的，整个家庭的快乐啊。可能先生要承担，就是要和这个丈母娘搞好关系，没有那么自由自在，可能有了更多要照顾孩子的责任。但是哪个家庭不是这样啊？所以当我们清晰地算好了我们整体家庭的快乐值上升的时候，每个人该付出什么，该隐忍什么，那就是必须承担的责任。所以你要承担责任，就是要和丈母娘搞好关系，就是要在工作很累了，回家还要辅导孩子学习。谁家不是这样过来的？曲总上午还说，早上还在远程监控给儿子弄作业呢，都一样。而我想跟女士所说的是，其实人生分阶段的，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谁能力更强一点，应对社会的时候啊，这方面能力强的人就发挥他的长处，让他多努力多赚钱。如果您是比较贤惠持家、善于教育孩子、陪伴孩子的一方，我们就要把这方面的优势扩大。你明白我说的吗？你就不要非要跟他争执说，你能赚钱我也能，你要实现价值我也得出去干活。当然实现自我价值是一生我们都要去努力去拼搏的，但分阶段。我当时觉得女士如果在持家带孩子方面优势要大，其实你也可以退一步，兼职也不是不可以的。所以只要把家里天平的两端，一边是现实的条件，一边是我们全家的快乐指数，你们衡量好了，其实都可以把家里的这些乱码理清楚，好吗？希望通过今天能够捋清你们家的事儿，能够找到天平的平衡。谢谢。你说让岳母、老婆带着孩子回家，以解你的后顾之忧，对吧？对。你的老婆和孩子是你的后顾之忧吗？是你的麻烦吗？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们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你好让我一心一意去挣钱，你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每天出去工作了，回来之后我还得面对这么一大堆的麻烦，我得看丈母娘脸色，我得照顾孩子，我不能一心一意赚钱，效率不高，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很多男人都是这么想的。说得好听，我在外面一个人挣钱很苦，所以我回来理应做大爷，我什么也不用管，你给我操持好了就行了，你也别上班，孩子养好，饭做好，不就这个意思？但事实上你想想看，你挣钱是为了什么？还是为家。对啊，你挣钱回来之后，你看着他数钱，你很高兴。你挣了钱回来之后，看见他用钱给孩子好的生活，你很高兴。你以为能挣钱的男人回来就不要拖地啊，就不要哄孩子啊？你要心情好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一种快乐；你要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这是种麻烦。而女人为什么她怀了孕的同时还可以去干活呢？为什么有些女人怀孕要到直到临产的时候，她可能还在上班呢？为什么女人可以一边摘菜一边教孩子读书？为什么一边在上班还惦记着孩子放学有没有回家呢？为什么女人就可以做，男人就认为我不要有后顾之忧，我就想一心一意挣钱，然后自己还把自己给感动了？你看我多勇敢，我多有责任，你就让我挣钱，其他的你给我担着。这话说的多好听，人就没有那么舒服的，结了婚以后就没那么舒服，就是外面一大堆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所以我奉劝那些动不动以这种所谓后顾之忧为幌子，说了老婆你就在家带好孩子，老公一个人出去挣钱，这样的男人不要再提出这样的想法，这是自私。你就是挣再多钱，家里的一些东西你必须做的还是得做。其实说句实在话，你对你的丈母娘挺没良心的。你知道在外面请个保姆要多少钱吗？你说你给你丈母娘钱了没有？没有。你今年过年给你丈母娘打了个红包没有？没有。你说该不该？应该。对吧？如果是你妈妈在这儿，你会给她买件新衣裳不？这老人家一年到头不容易，帮你带孩子，可能有点脾气，你还跟别人斗闷气儿，还不跟别人同桌吃饭，
人家在这儿做好不得好。你自己亲手带过孩子，你也知道孩子有多麻烦，所以做人要厚道。既然母亲在这儿，你就别把那么多事儿跟母亲说，你就不要把自己老公的很多事情、夫妻之间的矛盾跟母亲说。既然他在这儿，那你就是他们俩中间的双面胶。我赞同一部分严品宏老师的意见，就是你的工作和老公的工作相应的岔开一点点，不要全都斗在一块儿。既要跟他逞强，比谁挣钱多，谁有能耐，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家庭当中搞好平衡。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想把孩子团在身边是所有女人的愿望，但这需要智慧，好吗？好的，好的，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苏老师。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的，把孩子接到身边来，让他们快乐起来，和父母陪伴起来。即使争执，即使吵闹，其实都是孩子成长的方式和父母成长的方式。那第二步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我倒劝你好好想一想。为了不引起歧义，以上观点我首先是同意的。比如说你对你丈母娘不好，这些观点我首先是同意的。其次我说，当它具有特殊属性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站在你的角度，我一定会跟你商量，咱妈得回家。我听了2个细节，大概从我的角度，一方面是感谢丈母娘，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不敢让她带了。比如说，半夜去给孩子买水果，和过去孩子可以自己吃饭，变到现在要丈母娘喂和追着吃饭，就这2个结果。如果为了孩子好，又是这么一个家庭局面，我觉得，我如果是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的话，我会把我妈好好的送回去，别再跟你一起吃苦了。一个母亲陪着闺女受这种苦，她这个苦是什么？是她看着女儿那样吃苦，她受不了，所以她会迁怒于她呀。你越让他们俩在一起，矛盾越大。咱条件好了再接老人来享福，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债务变得越来越少，孩子变得越来越大，你还愁什么？放松吧，我觉得这日子是有奔头的。不要放弃团圆，不要放弃跟孩子在一起。好的，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流水长。老婆，以后我要注意跟你们沟通。你知道，咱们俩都是不大爱说话的人，不大会沟通的人。以后我会注意这点，争取以后不再产生这么多矛盾，把矛盾都解决。广州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离开你。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面对。希望以后日子越过越好。心里有好的话，堵到嘴边说出来。我们都是不善于表达的人，为什么产生矛盾都在这儿呢？以后我会注意这点，争取咱们把矛盾尽量变没有吧，尽量都解决掉。挺好的，以后多唠唠嗑啊。今天你们也带了记忆的东西来了是吧？对。特别好奇，这夫妻俩带的是什么啊？喝知识，长知识，保卫爱情靠知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信箱。哟，来，去拿，看你妻子给你拿的啥，看你老公给你拿的啥。我比较好奇，老公那个是什么呀？你那记忆是啥？那是白薯，我们家那边产那个红薯啊。就是现在满大街都是，但是咱也吃不出我们家那个味儿来了。哦，那种家的味道。不是，那你这是家里的还是街上买的呀？家里的。你从哪儿弄来的？带过来的。哦，给他吃口家里的老家的东西是吧？对。还是想打发他回家呀？说回家吧，弄红薯去吧。啥意思呀？现在没那想法了。哦，现在改了是吧？
给你一口家的味道啊！你送的是啥呀？膏药，因为他腰不好嘛，然后我就随时都准备着。其实我心里还是一直很关心他，很在乎他的。哦，这夫妻俩都是实在人，这东西送的好啊！谢谢你们啊，记住彼此对对方的那份爱，好吗？好的，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啊！来吧，看抉择吧，请开门。去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好，谢谢啊！见证这对夫妻的幸福时刻，来，请见证。